一声爸爸，全网冻结。天啊！谁能想到，当白鹿与王鹤棣在拍摄吻戏时，居然会脱口而出一句“爸爸”。这一幕简直像一道闪电，劈开了整个网络的平静。空气仿佛凝固，屏幕前的观众瞪大了眼睛，手里的手机差点掉落。原本该是甜蜜、浪漫，让人脸红心跳的吻戏，却因为这突如其来的一个称呼，瞬间从心动时刻变成辣眼事故现场。很多观众甚至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还特意反复回放，确认不是幻听。有人大笑，有人捂脸尖叫，有人直接关掉视频。几秒钟的台词竟能引发如此多元的反应，这正是网络爆炸的前奏。现场反应，凝固的眼神与尴尬的呼吸。王鹤棣当场愣住，嘴角微张，眼神满是错愕。这种表情不像演技，更像是一个普通人突然遭遇文化冲击的瞬间。白鹿则在片刻的沉默后继续完成动作，但气氛早已被彻底打乱。导演喊卡的声音传来，整个片场一片死寂，工作人员交换眼神，似乎都在心里问：刚刚我们是不是听错了？尴尬在空气中弥漫，仿佛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，不敢笑出声。片场里的摄影机依然运转，但没人再敢直视演员的表情。这种微妙的氛围比任何台词都要震撼，让人久久难忘。网络爆炸，甜蜜还是辣眼？社交平台瞬间沸腾，评论像潮水一样涌来，观点针锋相对。有人直呼这是年度最辣眼睛的吻戏，有人质疑这样的情节怎么通过审查的，完全没有美感。还有人调侃甜蜜秒变恐怖片，笑到我喷咖啡。几秒钟的失误却成了观众心中久久不能散去的阴影。一声爸爸让这部剧原本营造的浪漫氛围彻底崩塌，甚至引发全民二次创作与恶搞。 B 站、抖音、小红书等平台上，观众们开始制作鬼畜剪辑，甚至配上恐怖音乐，把吻戏做成惊悚片段。有人说，原来爱情和恐怖的界限只差一个称呼。这句话迅速走红，成为网友的调侃金句。从期待到失望，剧情的断层。最令人唏嘘的是观众的心路历程。开播前，大家怀着满满期待，毕竟两位主演都是顶流，光环加身。宣传中，关键词是甜宠、高糖、心动。可现实却是动作生硬，氛围尴尬，吻戏变成了灾难现场。尤其那句爸爸，彻底毁掉了浪漫的滤镜，让甜蜜化为笑料。有观众在弹幕里感叹：我的少女心碎了一地。也有人写道，这剧从宣传片到播出，简直就是一个大型诈骗现场。期待越高，落差越大，失望和愤怒就越深。细节失控，氛围感的崩塌。除了爸爸事件，其他细节也让观众直呼辣眼。镜头不断放大某些暧昧细节，比如衣扣的特写，本想增加张力，结果营造出压迫感。观众原本期待的糖分轰炸，却被无情替换成了油腻感与不适感。于是，一场吻戏不仅没能甜到观众，反而成为全剧最大的黑点。一些观众在社交媒体上做了截图分析，逐帧指出问题：动作不自然，角度别扭，氛围全无。原本可以制造心动的细节，被处理成了笑点与槽点，这就是专业与不专业的区别。网友的犀利点评。网友们毫不留情，评论直击要害。王鹤棣的吻戏毫无氛围感，眼神都写着慌乱。白鹿明明是顶流，结果造型像小镇文艺青年。甜宠剧怎么拍成了土味短剧？更有人拿他们与其他演员比较。同样是一件价值10万的外套，倪妮穿上是气场全开的女王，而白鹿穿上却像普通路人。这种差距让人不得不感叹，角色和演员的匹配度真的比任何奢侈服饰都更重要。有网友甚至调侃，花再多钱买外套，不如多上一点表演课。这条评论收获上万点赞，成为全场最具杀伤力的评价之一。角色价值观的崩塌。除了表演问题，角色本身的设定也引发了观众的不满。我的男朋友很有钱，怎么了？
以后你见到他要客客气气的。这样的台词反复出现，把爱情简化为赤裸裸的金钱交易。观众心中最珍贵的浪漫与真诚，被现实主义的拜金逻辑击碎。甚至有人评论，这不是爱情，这是雇佣关系。当越来越多的台词都围绕财富展开，观众对真情的期待逐渐冷却。爱情如果只剩下金钱的符号，那它和商业广告又有什么区别？表演的比较，谁才是真正的霸总？观众立刻将王鹤棣与其他男演员对比。魏大勋的霸总气场自然流畅，不显生硬。孟宴臣仅仅一个坐姿就展现了高级感，而王鹤棣连举杯喝红酒的动作都显得稚嫩。这种气场的差距让观众更加清楚，问题不在类型剧，而在演员与角色之间的错位。有人做了视频对比，把不同演员的同类场景放在一起，结果差异显而易见。网友评论，气场不是长相决定的，而是眼神、姿态和气质的综合体现。这句话点出了表演的核心，也是本剧的硬伤。观众的失望与愤怒，随着剧情推进，口碑一路下滑，豆瓣评分跌到 4.5， 成为最直观的警告。一开始，观众愤怒批评，后来愤怒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沉默与冷漠。这是一部浪费了2位顶流演员资源的剧。这句话几乎成了观众的一致总结。有观众戏称，这剧唯一的价值就是教导演和演员什么叫反面教材。而更残酷的是，当观众不再骂，而是转头去追其他剧时，说明真正的冷落已经开始。更深层的思考，事实上，一部剧的失败并不能只怪演员。剧本逻辑、导演审美、审查机制，每一个环节的疏漏都会让作品成为灾难片。观众并不是拒绝甜宠剧，而是拒绝廉价、油腻、违背常识的剧情。真正能打动人心的，从来不是噱头，而是细腻真诚的情感。影视是文化的一部分，它塑造观众的认知和价值观。如果一味追求流量而忽视质量，那么短期或许能引起话题，但长期必然会消耗整个行业的信誉。从争议到启发，虽然这部剧因争议而出圈，但它也给行业留下了启示。真诚比华丽更重要，没有融入角色的表演，再精致的布景都是空壳。价值观要健康，影视影响年轻一代，不能用拜金逻辑误导观众。创新要真实，靠噱头炒作或许能博眼球，但无法留下长久共鸣。观众需要的是温暖、共鸣与力量，而不是猎奇、尴尬与荒唐。只有真正尊重观众，作品才能赢得口碑。激励与反思，娱乐至上的时代，真正能留下印记的作品，往往是那些传递温暖与力量的故事。或许这部剧很快会被遗忘，但它带来的反思值得铭记。演员要有责任感，导演与编剧要有格局与审美，观众要学会理性支持真正的好作品。正如一位网友所说，烂剧可以被遗忘，但好剧永远会在心中发光。这句话是对所有创作者最温柔的提醒。总结与呼吁，白鹿与王鹤棣的合作没能呈现惊艳的化学反应，却留下了一个经典尴尬瞬间。这提醒我们，影视的真正魅力不在猎奇台词，而在于能否触动心灵。亲爱的观众们，如果你看到这里，不妨留下你的想法。你觉得爸爸这个称呼是大胆突破，还是低俗噱头？你认为演员该为尴尬负责，还是该怪导演与剧本？如果打分，你会给几分？你的一条留言或许能让更多人重新思考，我们究竟需要怎样的影视作品？结尾致谢与互动，感谢你耐心看到这里。如果你喜欢这样的深度解析，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观点，和更多朋友一起探讨。别忘了点个赞，并订阅一下。你的每一次支持都是我继续创作的最大动力。同时，也欢迎你把视频分享给身边的朋友，让更多人加入这场关于影视、价值观与真诚的讨论。因为唯有交流，才能让故事真正延续下去。